在俄乌战争中，拥有口径 KH-101等各型巡航导弹以及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伊朗小摩托的俄军，正不断发起对乌军和乌境内重要设施的远程打击，让其颇为头疼。如今这个局势终于改变，英美两国终于表示将向乌克兰提供准战略级武器，以打破俄军对乌远程打击的不对称优势。那么这些所谓的准战略级武器都有什么呢？获得援助后的乌克兰又会将它们用在哪里呢？咱们接着往下看。以对抗俄军即将展开的大规模攻势，美国和英国对乌克兰进行全方位军援。首先就是增加乌军的空中打击能力。英国决定援助乌克兰先进的风暴鹰影巡航导弹，美国则准备为乌提供 JDAM 联合制导攻击炸弹。乌克兰司令部认为，这两款武器将成为乌军接下来战争中的关键。这款导弹是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由英法联合研制的先进空射巡航导弹，于本世纪初服役。风暴鹰影导弹曾参加了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等局部战争，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同时，这款巡航导弹还出口到了希腊、印度、卡塔尔、沙特等国，效果相当不错。并且这款导弹也被英国军事专家称之为世界上最完备的隐形导弹，它可以完成最危险的任务，击中任何目标。该弹是以先前的 MBDA 阿帕奇式反跑道导弹，将弹头从子母弹更换成了单体弹而成的。该型导弹体型较小，发射重量约为 1.3 吨，弹体长度大约为 5.1 米，弹径 0.48 米。整体的外形较为独特，弹头具备一定的隐身设计，进气口位于腹部，两片折叠的主翼位于背部，展开后的翼展为3米，尾部最为独特，足足有6个弹翼。风暴鹰影巡航导弹的弹头重量为450公斤，接近半吨，因此其威力相当可观，能够击毁重要的设施，比如机场建筑或者发电机组。这款导弹使用的是一台 TRI-60-30 涡喷发动机，最大推力为 5.4千牛。对于这么一枚1吨出头的导弹来说是够用的。英国自用版本的射程达到了560公里，足以从乌克兰攻击俄罗斯，而出口版本则对射程进行了降级，只有250公里。虽然这次英国并没有表明提供的是哪个版本，不过为遵守导弹外贸协定，乌军获得的风暴鹰影应该是出口版本。但即便如此，乌军依然能够获得对俄境内目标和克里米亚关键目标的打击能力。再加上导弹本身有着低空飞行能力和大威力弹头，其震慑力并不会低于此前美国明确拒绝提供的 ATACMS 陆军战术导弹系统。该导弹的飞行速度为全程亚音速，最快速度约为 0.95 马赫，而且该导弹还是世界上第一种真正的隐形巡航导弹。为避开雷达的探测，这种导弹能够在距地面不到100米的低空飞行。它还可以通过战斗机靠近目标区发动突然攻击，突破能力和机动性更强。它在飞行中段使用惯性制导外加 GPS 以及地形剖面匹配联合制导方式，末端则使用红外成像制导外加地形匹配制导，精度相当的高。另外，据了解，风暴鹰影导弹还是一款聪明的巡航导弹。之所以说它聪明，是因为该导弹系统内大量采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自动识别目标。该巡航导弹运用景象匹配方式来取代数字地图的地形匹配方式，使导弹的攻击精度进一步提高。这也就是说，风暴鹰影导弹可以携带着打击目标的照片，凭借卫星系统的支撑，沿着预定轨道飞行。接近目标时，它会把真正的打击目标同其照片进行比较，如果图像不一致，它就会终止打击，从而可避免打错目标。而这个景象匹配制导方式不仅能使导弹适应起伏不太大的地形变化，还能够有效提高导弹的反应时间。这也是为什么英国的军事专家对其推崇备至，称风暴鹰影是世界上最完备的隐形导弹。这款导弹也被视为美国战斧巡航导弹的替代品，毕竟相较于风暴鹰影，战斧导弹虽然仍是美国、英国潜艇和水面舰艇的主力，其制导能力却不如前者。预计在不久的将来，欧洲各国的多种战机都将启用风暴鹰影。法国国防部为此也夸下海口，新型巡航导弹的市场需求至少有2000枚。不过由于该导弹的主要使用对象是英法两国，因此它是由幻影2000与台风、阵风等战机投放。这时候就有朋友想问了，你说的这些飞机乌克兰都没有啊，难不成英国还要送几架战机配套不成啊？
为对抗数十万俄军即将展开的大规模进攻，英国和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也在持续加码，其中首要目标就是增加乌军的空中打击能力。这里英国已经发表声明了，将对乌克兰现有的战机进行改造，使其具备挂载风暴鹰影导弹的能力。此前就有哈姆反辐射导弹搭配米格29诸遇在前，那么今天用风暴鹰影搭配苏24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苏24战机北约代号击剑手，它是前苏联苏霍伊设计局设计的一款双座双发超音速可变后掠翼多用途战斗轰炸机。除了携带常规的空对地导弹等进行攻击任务外，苏24也可以携带小型战术核武器进行纵深打击。而乌克兰空军装备的是苏 24M， 还可以投放激光制导炸弹。在这风暴鹰影导弹援助期间，波兰计划将乌克兰苏 24M 前线轰炸机与北约的巡航导弹整合在一起，由苏 24M 发射的风暴鹰影导弹完全可以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纵深军事目标，破坏俄罗斯的战争能力，改变目前俄军单方面对乌克兰进行远程打击的不对称优势。如今波兰军方正在等待乌军第7战术航空兵旅的第1架苏 24M 轰炸机的到来，以确保苏24轰炸机与北约标准导弹的成功启程。而之所以让波兰来进行改装，是因为波兰有2家使用西方武器的大型飞机修理厂，它们分别是位于华沙和彼得戈市的 WZL 航空军用工厂，以及位于梅莱茨的 PZL 国家航空工厂。其中 PLZ 工厂已被洛马公司选中为其最新型 F-16 Block 7072战机生产零部件，足见该工厂的水平不一般并且相较于英国，波兰工厂已经有为米格29战机装备 AGM-88 哈姆反辐射导弹的成功经验。现在军事工程师们面临的任务是为苏 24M 装备英国的风暴鹰影巡航导弹。据了解，乌克兰苏24前线轰炸机的升级改造工作最早可能在本月就已经开始了。据悉，风暴鹰影巡航导弹只能安装在苏 24M 前线超音速轰炸机上，而据乌方称，目前乌克兰空军拥有8架苏 24M 前线轰炸机，同时升级后的乌战机还可以连通北约预警机，安装北约标准战术数据链和发射北约空对地打击弹药。而除此之外，为加强乌克兰空中打击能力，美国则准备为乌克兰提供 JDAM 联合制导攻击炸弹。这个 JDAM 联合直接攻击炸弹是由波音公司为美国海军和空军联合开发的一种空投炸弹配件，装在由飞机释放的传统炸弹上，将本来无控的传统航空炸弹转变为可控，并能够在恶劣气象条件下使用的精确制导武器。JDAM 可以从距离目标大约15公里的地方发射，并各自攻击所指定的目标，而它的炸弹导引功能是由炸弹尾翼控制附件以及全球定位系统或者惯性导航系统提供。考虑到此前同样使用卫星制导的海马斯在俄乌战场上大发神威，安装有 JDAM 套件炸弹的精度同样也低不到哪里去，它的单价约为2万美元，装配了 JDAM 的炸弹重量一般在227公斤至907公斤之间。不过，如果仅仅是采用 GPS 制导而没有采用半主动激光制导等制导方式，安装有 JDAM 套件的炸弹仅能攻击固定目标，缺乏对付机动目标的能力。但这对于乌军而言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大兵预计乌军获得 JDAM 套件以后，也不会用这玩意儿去炸坦克。此外，用 JDAM 套件改装后的炸弹，如果没有安装滑翔套件，其射程并不远。如果是进行低空发射的话，射程还会进一步降低。但考虑到乌军战机同样是被俄军防空网压制在低空，这些安装了 JDAM 套件的炸弹应该会被用来攻击俄军前线阵地或者浅纵深地区。试想一下，俄军前线阵地遭到907公斤炸弹的攻击，那会带来什么效果？此前海马斯火箭炮发射的 M31系列卫星制导火箭弹的战斗都不过才90公斤，并且该套件还能够与美军的 B-2 轰炸机等多种军用飞机的火控系统相容，可由作战飞机从低、中、高空实施水平轰炸以外，还可以实施俯冲和上仰轰炸，既可实施定轴轰炸，也可实施离轴轰炸。至于俄军的野战防空网是否能通过拦截乌军战机以及其投放的 JDAM 炸弹，就得看实战表现了。毕竟按照俄罗斯方面的说法，俄军多款现役野战防空系统都具备拦截制导炸弹的能力，但如果拦截失败或者根本就没有发现目标，那挨了1吨重炸弹攻击的俄军阵地，那可就得喝一壶了。如果在夏天乌军能用上 JDAM 联合制导攻击炸弹，那么第聂伯河上的安东诺夫大桥怕是已经被彻底摧毁，赫尔松右岸俄军将很难安全撤退。
在美国军事专家的设想中，乌军战机将会首先使用美制 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攻击俄军雷达系统，削弱俄军防空能力，然后再以 JDAM 联合制导攻击炸弹攻击俄军前线防御工事，为地面部队打开突破口。最后，风暴鹰影隐身巡航导弹登场，打击俄军纵深目标。不过，相较于 JDAM， 风暴鹰影巡航导弹的价格高达140万美元，这将使乌克兰无法大规模装备苏24轰炸机。然而，即使是几枚从乌克兰飞机发射的导弹，也能打击俄罗斯后方的设施。根据波兰专家的说法，在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苏24轰炸机上安装现代化的高精度导弹，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款导弹也成为未来乌克兰对俄罗斯最直接的威胁。至于风暴鹰影的使用，大兵认为乌军最有可能将其用到的地方就是克里米亚。毕竟如今的俄乌战场已经出现了两大变化。首先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布，美国会支持乌克兰对克里米亚实施军事行动。其次是克里姆林宫认为，乌克兰利沃夫地区历来属于苏联，因此也属于其继承者俄白联盟国家。这两件事情也意味着两场大战即将开始。俄军的目标是夺取乌西地区，而乌军的目标则是夺取梅利托波尔，切断南线俄军，进而夺取克里米亚半岛。乌克兰南方作战司令部指挥官安德烈·利瓦利丘克少将表示，俄军正在白俄罗斯方向集结庞大野战兵团，想对抗这数十万大军的攻势。此前援助的风暴鹰影和 JDAM 联合制导攻击炸弹就成了关键。除了这两件武器之外，俄罗斯卫星网报道称，美国还计划向乌克兰提供集束炸弹。乌克兰南方作战司令部司令也表示，要想阻挡俄军庞大野战军团，必须要有大量的集束炸弹对俄军地面部队进行高密度精确轰炸，而这些援助和升级的武器也将成为乌军阻挡俄军大规模进攻以及切断南线俄军的新型武器装备。那么，面对英美的出招，俄罗斯又将如何应对呢？目前，俄军为预防可能的威胁，已在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基地部署了更多的 S-350勇士中程防空导弹系统。不过，对于防空系统而言，拦截亚音速巡航导弹的难点不在于如何选取拦截方式，毕竟这种巡航导弹在被发现以后，用小口径高射炮都能够成功摧毁。其真正的难点在于如何发现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自俄乌开战至今，俄军空军基地和黑海舰队等重要地点已经多次遭到乌军无人机和无人舰远程袭击了。此前，乌克兰军在北约情报的支持下，利用老旧的图141无人机携带舰野弹头击伤俄军轰炸机。这一系列事件都暴露出了俄军的疏忽大意，其未能有效发现上述威胁。看似严密的防御体系，实则漏洞百出。如果俄军未能吸取教训，完善防御体系，则乌军依靠隐身性能出色的风暴鹰影，同样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对俄军的回击。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认为乌克兰还需要什么武器才能够夺回克里米亚呢？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对本频道感兴趣的朋友们，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